各位观众，会员专属订阅影音要在 YouTube 平台上线喽！只要打开你的手机的 App， 就可以及时的看到我们的会员专属订阅影音。在付款方面呢，也没有地区的限制啊，只要你透过你的手机，透过订阅影音付费，可以直接观看到我们的影片。如果说你对于我们影片有任何的问题，也可以直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订阅影音到底有什么类型的影片呢？我们的订阅影音目前有4种类型的影片。第一种是直播的精华档。第二个是我在决赛桌或者是我夺冠的录影档，第三种是电脑软体分析，第四个是日常打牌的分享。我再举例，这段我在 WSOP 期间遇到的困难手牌，我会用合适的电脑软体分享给你听。进入到决赛桌或是夺冠，详尽的记录与分享遇到的特殊状况，扑克新闻、个人见解，只在这边有。会员专属订阅影音，还不赶快看起来！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 P。我们现在人在 WSOP。上周呢，有收集了网友的问题，总共分成了3大类。我们这一次呢，会以 WSOP 的问题为优先。如果说其他没有回答到问题的话，欢迎在影片下方再留言，我会再找时间回复给大家。 那这个是我们之前就已经做过的影片，不知道的可以点击右上角看我们之前的影片。我还是简单大概说一下，美国的机票的话，来回大约是5万块上下。 那这取决于你买的航空公司跟订的时间的早晚。住宿的话，一天大约是50到100美金。那看一下你住什么样的饭店。这边吃一餐的话，我觉得平均来讲大概约是20-30块美金一餐，所以一天的话大概就是80-90块美金，大概是这样子的费用。我觉得这看你去的地方啊。如果说你是住在外面，然后你要搭车的话，你要么就是租车或者是搭 Uber。以我的经验来讲的话，除非你要带一些器材或者是特别跑很多地方，要不然的话，我是觉得搭 Uber 会比租车来的方便又便宜。那如果说你住在大街上的话，大部分的赌场走路就可以到。真的比较远的话，我觉得搭 Uber 或是搭他们有一个轻轨 Monorail 啊，我觉得这2个算是蛮方便的，大概5块钱美金单趟。 那我另外再补充一些，我觉得扑克玩家旅行必备的一些设备。像我自己在出国的时候呢，我都会带着我的笔记型电脑跟我的外接萤幕，因为我有打线上的需求，我有时候需要直播甚至是录影，所以呢，我会带这些额外的麦克风跟视讯的一些设备。那我自己在这个比赛期间呢，都会有一个运动的习惯，所以我会带一些运动裤跟一些 T 恤，让我在运动的时候衣服可以替换。 最重要的就是在睡觉的时候呢，有很多是必备的物品啊，什么呢？第一个就是我的耳塞哦，睡觉的时候习惯戴耳塞，不管环境的吵不吵，我都会戴着耳塞睡觉，我会有一个比较好的睡眠品质。第二个呢是眼罩，每一个旅馆的空间位置不大一样，虽然说它都有窗帘，但是它不是100%的遮光，只要是白天的时候呢，很有可能早上6点天就很亮，我就会戴眼罩来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睡眠的品质。 这次住的地方呢，以前叫做 Bally's， 那现在改成叫 Horseshoe， 基本上是同一个地方。这一个旅馆对我而言，我觉得是相当的不错。啊，如果说你有去过之前 WSOP 办在 Rio 的话，那你就知道 Rio 的旅馆跟这里相比啊，其实是更旧。来到这边呢，其实就是一个升级的感觉，非常的满意。我觉得每个旅馆应该都有啊，就是基本的标配啊，就是要有健身房，要有游泳池。 啊，虽然说游泳池我可能不会常用，但我觉得很多来旅游的玩家，他可能有时候需要放松一下，他可能会躺在游泳池旁边看一些书，或者是玩水。那我觉得都是一个每一个赌场、每一个旅馆都有的一些设备。值不值得来打开轩是什么意思？现金桌当然随时都值得来打，没有啊，人都一直都很多啊。平常就5000个人在打，现在变成8000个人在打，有差别吗？没有差别啊。5000个人陪你玩跟8000个人啊，你都要赢啊，你打不赢的就都不能来，没意思啊。这样会太真实，这样是在攻击网友，对不对？我觉得，因为这里现金桌的玩家一直都很多，你不用特别挑一个旺季或淡季来，因为没有太大的差别。那当然，你说人特别多是不是一个好事？我觉得不一定。来的玩家特别多，可能造成的是，如果你打现金桌，有可能排队需要排比较久，那就不是一个好事嘛。 那你说玩家程度会不会比较差？你要找到比较差的玩家，一定是有机会，因为人多嘛，你能够赢的玩家的数量一定越多。但这还是要看一些机遇嘛，你还是要找桌子。所以我觉得跟是不是 WSOP 期间，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太大的差别。这边的话，我直接建议大家下载这个手机的 App 软体，叫做 Poker LS。最方便的就是你直接进去之后呢，你可以透过过滤器去筛选说你要报名的区间，甚至是游戏，然后呢去勾选说你想要参赛的范围。
那我自己是觉得，以这边的玩家程度来讲，如果你在台湾打得赢，比如说5000、10000的比赛的话，台币啊，那我觉得来这边你打1000块美金以下的比赛，应该都是没有问题的。相对来说，我觉得程度应该是差不多。你自己参加过1-2场之后，你在桌上的玩家的程度，我觉得你会最有感受。也就是说，这些玩家会做什么样的错误，跟你能不能够辨别出哪些玩家会犯错，那你就会知道说这个赛事你能不能够打赢。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来参加过1-2次之后呢，自己就会有一个知道说，你大概打得赢什么样的级别，类似差不多这样子的范围，我觉得你都可以参加比赛。但是每日深筹赛啊，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打的一个级别。推荐一些高 CP 值的赛事。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的直觉就是什么？用一个最小的金额，有机会赢到最大的奖金。那我觉得就符合这个高 CP 值的出发点。最好的方式呢，就直接去找去年 WSOP 期间，不管是 WSOP 或者是 Win 的比赛，或者是 Venetian 威尼斯人的比赛。去找他们的赛事中人数最多，譬如说有很高保底的主赛事，可能是1000，可能是1500，去找这样子的赛事，它就属于这种用最低的报名费，有机会赢到50万、100万美金以上。那尤其是在 WSOP 的期间的话，譬如说这一次有300的 Gladiator 啊，号称破万人参赛啊，实际上是23000人。啊，第一名呢，我没记错的话，大约是接近50万美金哦，所以是多少倍啊？13000倍。反正就是这种300块，然后可以第一名可以赢50万美金啊，或者是 Million Maker 啊，可能1500块美金报名费，可是第一名保证有100万美金啊。我会选择重买啊。如果说2场同时开始，假设 A 比赛跟 B 比赛好了。我先选 A 比赛就代表什么？我认为 A 比赛的奖池会比 B 来的多，或者是好打，一定是比较好的选择。所以我 A 比赛出局了，它还是没有改变这个现况啊 ，A 一定还是比较好啊。除非 A 不能报了，我才会去报 B， 要不然 A 就会重买，因为这个符合我们一开始选赛事的逻辑。我一定选一个最值得打的赛事，所以我会重新报名一开始选的那个 A。有网友想要看到我跟其他扑克大神的对决画面。我参加非常多这些赛事呢，经常遇到国际赛事高额比赛的玩家哦，包括我们上一次参加这个1万猎人赛呢，桌上就有非常多职业玩家。那我们这边会带一些画面给大家看。1000万美金就不要带回台湾了，放在美国就好了。带回台湾干嘛？缴税啊，给台湾政府缴税啊。钱在外面本来就不一定要带回台湾了，或者是我带回去合理的范围内不用缴税啊，这是合法的。报名流程先大家讲，简单的就是你去每一个赌场呢，第一个首先你要有每一个赌场的会员卡。那有一些赌场是联名的，也就是说你不用每一个赌场都办，那至少你要办过他们家联名的这一张会员卡。再来呢，就是拿你的会员卡到你的账房啊，不管是哪一个赌场的账房，然后跟他们讲说你要报名哪一场扑克赛事，并且掏出你的现金报名，一定要记得带你的护照，因为他们都会查证件。这个时候呢，他就会跟你收钱，给你比赛的收据，你就可以上桌打比赛咯。好，以上网友刚刚说的那些赛事呢，我们通通都会参加，然后并且呢，我们会制作手牌讲解。所以如果说你想要看到相关的扑克类型影片，包括手牌讲解跟 WSOP 的系列的话呢，记得持续锁定我们的频道。那你有扑克手牌相关的问题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。如果说你想要问我在美国 WSOP 任何相关的问题的话，也欢迎在这次的影片下方留言。那我是小 P， 记得订阅分享我的影片。拜拜。